这个是俄罗斯呢，他们这边第一次发射了洲际弹道飞弹去炸乌克兰。那普京呢，他也证实了，对，就是一个中程的弹道飞弹。同时呢，他也警告，俄乌战争其实正走向全球，因为他把最新型的那个极音速中程弹道飞弹通通拿出来用了。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人家知道？大家说这个太巧妙了啦！记者会上头，发言人突然电话响了，这么刚好，他的手机好大声啊！来看看这画面。Да. Алло. Да, у меня брифинг. Да,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好，这么刚好，手机一拿起来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不要发表评论。但是呢，因为麦克风的关系，大家都听到，突然之间就是一个好大的评论呐。来，现在习近平呢说，其实他也不赞成这么做吗？因为大陆的外交部他们有表态，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让局势缓和，大家都必须要冷静克制。可是扎哈罗娃他是讲得很明白了，他说呢，他们已经将美国、北约在波兰的军事基地列到了潜在优先摧毁的目标名单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俄美之间会直接对上吗？没人知道，因为英国的国防大臣他现在是已经在这样看事情了。他说呢，他觉得现在前线就是不好嘛，已经是最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嘛。乌克兰驻英大使他则认为，根本就是已经第3次世界大战要开打了，因为他是直接这样分了。他说这个叫做专制国家直接参与对乌作战，他觉得这个是已经两方阵营之间的交战了。但是真的会停吗？原因是因为有个转折点嘛。1月20号，川普呢，他上任之后，会不会真的就要求泽伦斯基这边你必须要停下来？他会不会真的就不给他所有的军援了？泽伦斯基承认他现在知道说克里米亚半岛呢，只能够透过外交的手段来收复，武力你不用想了。川普呢也很直白的说，结束战争有可能呢是乌克兰。你不太有什么选择权哦。特别的是说呢，你被拿走的这些土地，会使得谈判解决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这是一种暗示还是明示吗？其实现在呢，其实这场战争不是只有乌克兰人，他们52%的经济学人的调查，52%的人不太想要继续打下去。周围欧洲国家可能有同样的感受。德国媒体爆出来的，在这个时间点上，为什么又在讲北溪的爆炸案细节？而且他很直白的说这个呢，就是 CIA 他们去训练乌克兰的团体，然后呢之后花了大概30万美元，台币1000万不到，就让造价200亿美元的海底管线给瘫痪了。而且为什么要布这个局？原因是因为不要让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希望呢不要再依赖着俄罗斯。但他这一做是让所有的天然气价格往上飙，甚至德国呢，那个时候你记得我们还在讲啊，就是店家里面不能开灯啊，限缩用电量啊，等等等，都是因为这件事情所开始的。所以当你自己自身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特别的有感受。而现在呢，俄朝真的就是已经开始同盟了，一起作战了。韩国这边的讲法是，北韩军队呢，他们已经编入了俄罗斯的海军陆战队，金正恩甚至还可能在因此而去访问俄罗斯，也发现了俄罗斯现在已经向北韩提供100万桶的石油，这个呢，当然都是彼此之间的互惠互利，甚至好到什么程度？以往来说，关系好的时候，国与国之间会送礼物。现在呢，俄罗斯送了70只的稀有动物到平壤动物园，希望呢这个是给北朝鲜人民的礼物。上面讲战火，讲弹药，下面讲这种很温馨的。其实呢，不管怎么说，要强调的都是你跟我真的是铁的好朋友。请教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有可能逆转，或者是让整个局势不一样吗？当发了第1颗的洲际弹道飞弹，局势已经不一样了啊。因为现在有没有可能一直升级？看起来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就反击了，也就是说，当乌克兰连续打2天啊，就是当拜登同意乌克兰使用这个远程导弹之后，乌克兰第一时间使用的是美式的武器 ATACMS， 第2天使用的是英国的这个风暴鹰影，然后第3天的时候俄罗斯就反击了。
现在为什么扎哈罗娃突然间接到了这个电话，在记者会的时候说不要再谈了，这当然是故意安排的一个桥段，但是这也释放出一个讯息，以他们的总统的发言为主，那也就是以普丁的发言为主。那普丁已经说这是真果树中程的导弹，是新型的，然后它是超音速的是超高音速，就是你讲的超过5马赫以上，所以叫做极音速。对，那目前来说，它的证明是这个爱国者拦不下来。爱国者既然拦不下来，它可以装常规弹头，也可以装核弹头。那也就是说，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已经展现出它可以用中程的导弹，对于欧洲大陆的军事基地，那就是用这个战术核导弹；对于战略城市，例如说巴黎或是伦敦，那就可以用战略核导弹，那都可以用这个中程的导弹来打，而且都可以准确的命中目标。重点是你拦不下来，那要不要让战争升级？现在普丁已经对于涅伯城打了这个多弹头的导弹，接着那就是看你乌克兰要不要继续使用美式跟英式的武器了。如果你继续使用，俄罗斯再反击，再扩大一点，然后可能会对于这个基辅，也可能对于这个英美的大使馆进行攻击。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没有可能就开始一直在往上升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已经不能够完全排除了，因为战争事实上在升级中。北溪2号线，德国公布了这个讯号，这个讯号其实很明白，但是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为什么说很荒谬？本来北溪1号线美国就反对，乌克兰也反对，是每一年大概500立方这个500立方亿这个的英米供应这个欧洲他们的使用，可是不够，所以他们要在1号线的基础上盖2号线。这个2号线一旦完工以后这个欧洲绝大部分的国家的天然气就充沛了，就不再缺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会需要美国的 LNG 的这些液化天然气。对美国来说的话，他们的天然气业者的损失很大，所以美国是强烈反对他们盖北溪2号线。那乌克兰也强烈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认为，如果你盖好了这个北溪2号线，你就不会再需要经过我国内的这一条管线了。那我没有过路费，我也不能抢你的油，那我也不能够再用很便宜的打折的钱来买你的这个天然气。那这个对于乌克兰也有损失，所以乌克兰也强烈反对。但是由于这条北溪2号线，这个是俄国投资一半，45亿美元，以德国为首的欧洲5个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投资45亿，所以总共是90亿，是这2个国家的共有资产。成立了一家公司放在瑞士。那这个管线后来在美国的胁迫下，原来是由瑞士来营建承建，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那美国就胁迫瑞士说，你再把它盖完的话，我就对你实施制裁，对你的这家公司的所有的金融实施制裁。后来瑞士就违约了，在美国的胁迫下，他违约了，那也赔了一些钱。那怎么办呢？俄国就把它接手过来了，就把这个管线做完了。做完了以后，整个管线铺设完成，准备要开天然气了。俄乌冲突爆发了。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结果今天在美国 CIA 的支持、指导、训练下，由乌克兰的军人他们来完成，把这个北溪1号线跟2号线同时都把它炸掉。1号线炸得更长，2号线炸得比较短，同时都把它炸掉了以后，结果他的理由是说要断绝俄国从这个北溪1号、2号线所获得的经济支撑。我觉得这个没道理，这个荒谬。为什么？因为你应该炸的是自己国内的乌克兰的管线啊，你怎么去炸了欧洲人的财产？而今天欧洲的相关的国家还继续供应你乌克兰，继续去打仗。这个人类间最荒谬的事发生了，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想过欧洲人的智商有多高啊？是，但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你怎么样来看哈？因为在前线的战事，基本上呢，现在就连英国的国防大臣他们也认为，这个就是现在最不稳定的一个状态。等于说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其实打得算顺的。如果说他连洲际弹道飞弹都拿出来，那您认为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在上一任的这一个美国防卫大臣他就讲了，
现在开始，今年年初1月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战前时代。那他讲完之后，波兰的总理他也附送了一次，是的，现在是战前时代。那其实我们看啊，核武的使用一直都是不断升级的过程。那我们现在就正在目睹这个升级不断的发生啊。那我们所看到的这真果树的这一颗飞弹，它不是只有放在说接近克里米亚的这个位置啊，它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位置啊，叫做加里宁格勒。其实在这个地方，是俄罗斯在于临波罗的海的一个飞地啊，它其实也有部署这种飞弹，而且这种飞弹，那我们这样讲啊，其实所有的弹道飞弹，它最后都是高超音速飞弹。为什么？不要讲别的，解放军用的东风15型的弹道飞弹，其实它到最后的时候，它在最后终端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到达8马赫。也就是现在我们一天到晚都说，哎呀，我们的各种拦截的，无论台湾啊，我们天弓或者是爱国者可以拦截。如果可以的话，那为什么这一次实际上有爱国者的乌克兰他没办法拦截呢？那我们如果看这一个实际上的弹道来讲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弹道飞弹，它有 booster， 也就是加力段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中间这一个就是中段的，我们常常听到说什么中段反导，就是在中间这一段。那其实呢，我们所听到的爱国者跟天弓都是最末端的这一个拦截，这个最末端的拦截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它速度最快。那最容易拦截的其实是刚发射的时候，可是呢，位于人家的领土，你也不确定它的弹道，其实无法拦截啊。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看看日本它为什么这样建构它的一个防卫，也就是如果它这里写的那个 enemy， 其实它指的是北韩啊，也就发射的时候，它为什么要做神盾舰？原因就在这里，它在中段，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间这个开始拦截，最后由他那个萨德再拦截一次，没拦截到的爱国者再拦截。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萨德吗？没有，我们只有爱国者。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听信政客的那一张嘴。是，请教董哥怎么看？其实你可以看到乌克兰战争啊，从川普真的上任以后，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了。那你可以看到泽伦斯基他这2天讲什么？泽伦斯基说美国人不能逼我上谈判桌啊。结果有人就去问马斯克，马斯克说：“哎呀，泽伦斯基的幽默真是令人惊艳了。”各位啊，我们再看美国盖洛普昨天的调查现在主张要和谈的就要签和的有52%，要继续打下去的38%，过去都是50几、60几、70几，我们要战到底。对，现在你一拖下来的话，就知道不行了，对不对？那欧洲各国也疲惫了，美国也换总统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川普的策略在选前很早，他的幕僚就出来讲了，就是你要承认克里米亚不用讲了，就是乌东那个你就要承认了，然后你10年你不准进入北约，当然以后还会再延长，这个就是川普认为说我不必把这精神、财力或者军事武器这里花在这里嘛，这是很清楚的。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整个的情况，如果你再来审视这2年的俄乌战争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谎言嘛，譬如北溪就是最大的谎言嘛，对不对？那时候全世界都相信乌克兰讲那是俄国人自己炸的，然后诬赖给我们。拜登也这样讲。是啊，大家都这样讲，现在都很清楚了。而且是德国人一直锲而不舍去查，为什么？因为他也出很多钱，他的燃料涨得非常多，所以德国人是很生气的。那他是锲而不舍一直查，你看都是德国的媒体爆料出来那他现在查出来了，其实真相大明，对不对？然后那个带头去作乱的那个总司令，现在派驻在英国当驻英大使啊，你可以看到。然后他们还可以，就是说谎不打草稿，还一直在诬赖对方，这个就是那种嘴脸
啊，就是美国 CIA 的嘴脸啊，就大家看到就这样。其实，在俄乌战争里面很多鬼故事啊，什么布查小镇怎么能被杀，后来去调查没有下文，已经2年半了没有下文，可想而知嘛。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人他们已经知道说川普上任以后很多事情改变，那这改变会改变什么呢？简单一句话，美国不想卷入各地的战争啦，各区域的东西，你也不要叫我那个，你要美国去保护可以，你都出钱啦。你们北约老是不出钱，你们北约 GDP 都不到2%用在国防上，要我们美国帮你那个，我才不干。这是川普生意人的那个，虽然很多人很惧怕他，可是他也很容易猜测。他就唯利是图嘛，你就想说唯利是图，只要有钱就好办嘛，就简单讲这样。那你看现在各国其实大家心里惶惶然心里也会知道，就是说何必跟普丁这样作对到底了？是不是不需要嘛？那你现在看到了普丁，其实他老神在在，他展现他的实力，就是说我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啦，我是真正的厉害的武器，我还没出笼。即使我现在打给你看，这还不是厉害的武器呀，这只是我里面普通的一个武器，这个是展现实力。那当然有看懂的人就看得懂。好，有的时候政治上是这样子，他不会直接明说，真的就是像董哥讲的，看得懂的人就看得懂。来看看这个画面，你看不看得懂？现在呢传出了，在南方这一边已经有大概1500名的移民是徒步的往美墨边境来走，原因是因为什么？1月20，川普要上任了，你觉得那时候我们还进得去美国吗？赶紧啊，剩下不多的时间，大家希望能够在拜登的掩护之下，进到美国去申请一个庇护，拿到居留在美国的身份。因为川普已经明讲了嘛，现在就是要把这些人通通赶出去。甚至呢，在德州这边，你必须理解德州州长这里也是共和党的，所以呢，他们对这件事情，因为也在边境州嘛，也是非常强悍的。地没关系，我买了，他买了一大片的美墨边境土地，干嘛？你不是要盖什么长城啊、驱逐设施？来，就在我买的地上盖。他们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扫荡无证入境移民的承诺，但是你以为全部都扫出去，对于美国只有利没有害吗？因为线下就有4个产业很害怕：建筑业、农业、旅馆业、制造业，很明确嘛，这些都是需要人力的产业，而且薪水可能不是太高，蓝领阶级。如果说呢，这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通通走了之后，会不会就造成你要出去玩的时候成本变高啊，制造业那你东西会变贵啊，建筑业房价会飙涨等等等。好，这一些呢是美国接下来也有可能会因此面临到的问题。川普现在看起来呢，其实因为国会也都他的总统也是他，那好像非常的大。但是呢，透过这张照片，很多人讲他现在看起来气势好像还输一个人，那叫马斯克。2个人一起到了这个新建，结果呢，川普是把自己的扣子扣好啊，手放前面啊，检查口袋，大家觉得说美国人这样好像不够大气，有点胆怯。反观马斯克信心十足，他主场嘛，新建他主场，手就放在屁股后面这样子背着，看起来好像反而很有自信。大家就开始在讲，线下呢其实已经有一个盖茨司法部长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些丑闻，提名之后呢，决定自己先走了。但是马斯克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被内斗的风波目标呢？而线下还有一个人也被讨论着，这个是商务部长，同样呢是华尔街券商的投资家路特尼克。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他要来掌管的是非常重要的商务部，以及呢跟中方之间的一些贸易关系。那如果他掌管之后，他又在做生意，那他真的能够做到川普的需求吗？又或者《纽约时报》直接告诉你了，他现在呢，川普用的人很多都是大老板啊，或者是呢跟他一样有在做生意的，那自己的利益跟政府的利益真的有点冲突的时候，会不会就真的像鹰派那样强硬抗中？他觉得这一切未必还需要再观察。到底下一轮的美中竞争是在经济上面吗？还是说美国媒体现在直接认为是在南美洲？好，特别是呢现在习近平的人在南美这里，那跟巴西之间的发展现在看起来很好嘛，在币或者是
经济、政治方面，他们都在加大影响力，彼此之间呢能够截取对方的需求跟自己的需求。另一个部分呢是秘鲁，那个时候前海港呢要来制造的时候，要打造的时候，美国不是在讲这个变军事港吗？美国现在就担心了，这个前海港影响到他们在南美的一些战略需求，所以他们要去投资智利他们中部的一个港口。那说呢，这个就会变成他们跟中方在南美洲的新战略据点，彼此之间能够较劲，甚至还讲这个时间都定了，2036年就要开始启用。但是南美不是只有战略问题而已，更重大的是他们这里很多国家希望发展的是经济。巴西这边呢，他们开发银行现在呢已经获得了人民币50亿元的贷款。当然，这一切跟投资有关系，跟彼此的合作有关系，也是这个以扩大美元以外的资金交易的第一步。那习近平在结束南美的行程的时候呢，又跑去了中美这个摩洛哥这里。大家就讲摩洛哥是靠近欧洲的地点，那也是啊，欧洲跟美国他们有签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习近平为什么特别挑在这个地方？肯定有他的道理，对吧？好，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川普呢？现在他希望能够驱逐非法移民，所以大家就赶紧走路了。这是第一张选票要不要兑现，能不能兑现啊？然后开始执行的时候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或者是会给川普带来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戏，大家这正在看。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想要进入美国的这些生活在动荡不安或者是经济衰败的中美洲是南美洲的这一些人士惜家带眷的，想方设法的想赶在川普就任前进入美国大陆，所以他一定会给墨西哥还有美墨边界的这些治安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这些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有各种方式、各种管道，想方设法要进入美国这边来。我个人认为，以现在的阶段来看的话，美国跟墨西哥真的是如临大敌啊！因为你怎么去面对这么样的大军，整个要往美国涌入，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那么开始执行，也就是1月20号之后，移民局的局长开始宣布，他要开始执行这些清除非法移民的这些人的时候，您有提到了有关于德州，有人买了一大块地贡献出来，可是问题就在于非法移民至少有1100万以上，那这1100万人里面又分为民主党州的有好几个州的州长跟市长已经宣布，而且他们的议会也通过，他们绝对不会执行联邦法律。那既然不会执行的话，那就变成联邦跟地方的矛盾跟冲突会发生。那么像加州、还有洛杉矶等、旧金山等这些城市，他们绝对不会执行的情形下，他们会匹附这些非法移民者。那会不会造成其他州，例如说共和党州的这些非法移民者，德州的，他们往这个民主党州在那边移动？那这样的一个移动的过程中，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居住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甚至劳工缺工的问题？例如说，你共和党州的这些州民，一方面有一些人在逮捕的过程中，会不会爆发很多的冲突？那么二方面，他们在自己移动到民主党州接受匹附的过程里面，那你共和党州的就业问题会不会出现问题？你的农场、你的建筑业、你的商业、你的餐馆业等等一堆的问题都会浮现出来，因为原本这些都是由非法移民来做的，现在没有人做了，那怎么办？这个对于共和党州，他们还有各地方里面会不会爆发出更大的一个问题？房地产会不会受到冲击？那么很多餐饮业会不会受到冲击？这个未来都会发生。另外一个部分，当你要在德州建广大的这些收容所的时候，你要用铁皮屋还是要用什么，能够最短的时间内建完？建完了以后，你如何供应他们吃喝穿，然后再经过甄选把他们送出去，送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在看我们在看美国再过2个月不到怎么上演这场大戏。好，因为这里面不是说你把他送走就可以了，就像老师刚刚所讲的，他有一连串一系列的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当中可能出现的症结点等等，回来继续来说。
川普在选举的时候讲了，他当选之后呢，第一天马上要弄掉俄乌战争，终止它。再来就是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把非法移民给赶出去。请教小舰长。我们这样看啊，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川普跟马斯克之间的关系啊。那当然，他们谈论了很多肢体的语言，但是呢奇怪了，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特别把 CNN 的CNN 的看了半天，我只有看到他们两个就吧唧的，川普还去拍一拍马斯克的背啊，两个人感情不错。那另外呢，这个是英国 Sky News 的一个报道，其实川普当天的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而且进入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就是在讲太空。川普最厉害的是什么？川普最厉害的也就是在商场那个的部分啊。那我们来看，其实川普是很仔细在听的。那到底他的情况有多么不好？我帮大家也截了出来。也就是你看他在看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你看他都快睡着了，然后呢一脸就是疲惫，其实就是2个字疲惫。那但是我们这样子看啊，大家这么喜欢在川普跟马斯克之间扯这么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同样的听到，现在美国承诺啊，不是承诺啊，美国表示你投资自律，你就是未来式，你就是准备。现在你看守而已，你要你什么你啊？你有问过川普吗？你有问过川普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其实我们这样讲啊，这一个秘鲁的前海港，它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跟这个智利的关系，而是它整个要打通太平洋。然后打通太平洋之后，它最主要的是跟太平洋的这一些，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是东协做生意啊，大家不要搞错了对象啊。是我们其实呢也必须要理解这一件事情哈，原因是因为呢，当你看到了美国有动作的时候，当你看到中方有动作的时候，如何来理解？当然啦，川普之前什么都还是存在变数，要怎么看呢？等等回来，请我们的董哥帮我们来做结论。好。节目最后，请董哥总结。我看到美国想在智利建港来对抗秘鲁的前海港，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啊！你知道，他真的照这个计划，他是2036年呢。对啊，前海港现在在用了呢。10年嘿。是啊，你2036年差12年了。我们前海港现在在用，习近平就是去跟秘鲁总统那个，那你那时候追得上吗？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他们过去这些欧洲国家都在掠夺非洲，非洲现在吃干抹净了以后，然后他们置之不理，那中国大陆去经营非洲很成功，对不对？那现在开始南美洲他也经营，所以他们美国跟他的盟友是越来越小，他们只有欧洲这些小团体，表面上好像声音很大，因为他们掌控一些媒体，可是，在联合国的国家体系里面，他们是少数，而且是极为少数。那你今天看到了好像美国为首的这些人，大家其实现在对美国也不太服气啦。各位美国队刚刚被中华队8-2打败，大家晚安，我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人又示警了。这是美国的一位战略专家告诉大家，现在有的这个美国的国防供应链没有办法应对台海冲突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直在说他们要加强他们的工业制造吗？确实，像他们生产又有这么多场战线同时在进行，所以来不及呀。台海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而且呢，如果对岸知道了之后，会不会就真的因此而加速发展了呢？甚至呢 ，CSIS 也跳出来讲来不及怎么办？钱多一点嘛，一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GDP 我们给它拉到3%以上来作为我们的军费，不然的话比不上中国啊。可是问题是线下讲这件事情，大家想问的是它成真的几率有多少？好，毕竟啦，在川普任内，他不是说呢要大幅的来删减不必要的开支吗？马斯克现在不是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把这一些不应该的通通大刀砍了？里面呢说国防可能就是头号目标。好，虽然是这样，大家要等的就是川普他上任之后到底实际作为是什么。但是呢，在拜登政府任内，他们确实对于印太这边有非常多的琢磨。譬如先前他们就讲过复制者计划，什么意思？如果说啦，我飞机要飞过来不及的话，我在这边放很多无人机啊。无人机的时代在这里呢，放1000架无人机，而且低成本自主系统，他们自己会飞，我也不需要派飞行员来。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吓阻对岸。那同一时间呢，今年11月的时候，又有人再去问了。五角大厦这边讲，确实他们现在有在确认一些新的细节，不是只有无人的而已哦。在菲律宾这边，他们还要成立暗杀小组。不是那个暗杀，是这个暗杀哈，仁爱暗杀的这个暗杀。来，菲律宾的官员说呢，他们考虑要请美军扩大支援范围，什么意思呢？因为美军现在说他们要透过特遣队的方式来支援菲律宾这边在南海的行动。19号的时候呢，透过这一张图，这个是 Austin 他去参访巴拉望这边的一个图，就是有跟仁爱暗杀特遣小组的美军会面。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 ongoing 的，是正在进行式。那菲律宾的驻美大使他就直接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是共同防御条约成立的，那就不是只有仁爱暗杀啊，它还可以有什么？还可以有其他的南海地点，也许我们都可以考虑请美军来待命。那此例一开，中方这边担心的就是未来会不会让菲律宾这边对于南海这里更加冲动。那如果真的擦枪走火的，到底是要怎么办呢？其实呢，在线下虽然拜登即将要离任，但是 Austin 他的行动并没有停下来。比如说呢，他到了东南亚的国家防长会议的时候，当然嘛，他想见董军嘛，但是问题是董军就回绝他的1对1会谈啊。那这个中方的讲法当然都是不是啊？你又持续的在卖武器给台湾，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认为你在台湾问题踩红线，我再跟你见面，他觉得这样子不能若无其事的交流，他希望对方能够改正错误。当然，中方这边的讲法是这样，但美方这里的态度是什么？是你不跟我见 ，OK， 我要告诉大家你不跟我见，但回过头来，我跟我的盟友再进一些。史上第一次美日澳菲韩5国防长他们进行会谈，强调就是一个多边的重要性。你把这个地图美日澳菲国韩这些国家地图这样展开来看，不就等于是真的在中方的外围这里半月形绕了一圈，都是在第一岛链上吗？甚至美日韩呢，现在他们还要再成立一个3方的秘书处，确保的就是印太韧性，要把所有当时呢在这个大卫营里面大卫营峰会的精神能够落实到外交上面。所以呢，军事上面防长定期会晤，外交上面秘书处定期会晤，当然他们希望能够连结起来的就是一个强大对中的一从共同防御链。那就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美方他其实现在呢，某种层面上，他希望在他离任之前，把他先前想做的东西都做完。那这件事情，他的国防供应链现在如果出来示警了，你觉得真的有可能拉到 GDP 3%以上吗？我觉得美国的这一篇研究报告，就 CSIS 的研究报告，是在为他们的军工复合体在灌输。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国防的预算一直是超过3%，它平常通常维持在3.4左右，甚至还有最高的到3.7%到3.9%的占总GDP 这么高。以拜登这4年来说的话，它基本上都是8500亿以上美元哦，8500亿美元以上通常都占3.4%，有时候到我们刚刚讲的到3.7%。那怎么会说不能够低于3%呢？这个就是不合理了嘛。为什么？因为他后面的又讲到说国防工业的问题，说不能够弱化国防工业，要强化国防工业。好，再强调第一个，他说不能够低于3%，因为不然的话就赢不了中国。那我们再强调，过去都是一直超过3%啊。
这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军队啊，它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因为美国的国防工业都是私人的、民间的，所以美国的军队是美国私人的这些的军事工业的最大的买家。第三个，美国还是在今天全世界的国际武器贸易市场中，它是最大的供应国，它还是排名第一位。所以美国的国防工业并没有太弱化。那为什么这篇报告会违反目前的所有的常识？那就是因为他在做预防的措施，他怕马斯克川普他大砍国防预算，因为目前来讲，马斯克的这个所谓的效力部，他要砍掉2万亿美元、2兆美元这么多，可是美国的整个总 GDP 也不过就美国的美国的整个财政预算也不过就是6点多亿美元，那要怎么砍？所以很多人说，教育部的预算要砍掉，国防的预算要大砍，还有一些健保费用要砍。那这个当然，美国的国防工业他们就焦虑就紧张了，所以他们的呼吁就是不要砍。因此这篇报告意义不大因为这篇报告基本上来讲是在帮美国的国防工业在做关说。如果美国要跟中国大陆打一场这种无人机、无人艇的一个战争，我觉得美国有点在开玩笑，就是有点在自不量力，因为以美国现有的无人机，它的数量、它的制造能力、它的档次它的种类，我觉得它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来竞争，因为中国大陆很明显的在无人机的这一个款式里面，包括无人舰艇、无人地面的无人作战的这些载具，我觉得目前来讲，美国没有办法跟大陆作战的，因为你看看嘛。一般来讲，国防工业的基础是来自于民间工业的支撑，而美国的生产制造力，尤其是无人机的生产制造力，它远远供应不上。那这我们从大疆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美国的国防部也好，美国的农业部、森林部、救火部，他们全部都要用中国大陆的无人机，那就是代表美国的民间的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量远远的就被中国大陆碾杀了。那你想想看，如果一旦两国之间要发生战争，它最后战争打的是一个耐久战、持久战，而大陆是有足够的民间的支撑来支撑它整个军事的国防工业。所以我个人倒认为说，美国的这种无人机，尤其是印太司令帕帕罗，他的这种大吹嘘，说要让台湾海峡，让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成为无人地狱，这简直是有点可笑。而且呢，很明显的就是完全不懂当前的美军跟中大陆的解放军他们的整个国防工业，还有就是尤其是无人机的这个态势，我觉得他太缺乏尝试了，要不就是只是一张嘴会吹嘘。那如果说一个战区的司令就一张嘴会吹嘘，其实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件危险的事。另外，我们也记得我在我们这个节目中有分析过，就是说美国他们的惯常采用的手法就是想方设法的跟你建立起军事对话机制。那这个军事对话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就会开始造乱。果然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又只会101套。美国这个国家很特别，美国这个国家通常都是教科书来引导也就是他们的官员脑袋里面都是充满了教科书，也就是说教科书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做。那过去的做法就是对话管道建立起来就来闹，闹完了以后就再建立对话管道就中断了，然后再来建立对话管道，然后就又再来闹，长期以来都是如此。那大陆的做法就是你要建立对话管道可以你来求我求了半天以后我就给你建立起来了，那我也知道你要闹等你求完了以后我就给你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你一闹我就关掉，因为主动权在我嘛，不在你嘛。所以你看在这一次他们的对话管道又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以后果然就开始闹了这个台独的支持者他们又开始卖武器给台湾了，给台独了，不是给台湾，就卖武器给台独的。然后这是一部分，第二个就在菲律宾就闹了，闹完了以后，然后又说这一次在这个老挝就是辽国的万象的防长会议中，他希望跟董军有会谈，中国大陆就说不必了。国防部部长的会谈取消，其实战区的会谈也就会中停了，也会中断了。
哦，所以是一连串的。一连串，你部长不讲话了，我战区就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人永远只会玩这一套，而这一套你开始玩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结果怎么样了嘛。那我们在节目也分析嘛，迟早又关掉，一点困难都没有。好，那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原因是因为如果美中没有对话，当然我觉得线下比较可能烧起来反而是哪里？除了台海之外，是南海啊。这个暗杀小组您怎么看？其实这个有关于南海的状况，跟乌克兰的状况并不太相同。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其实在它周边的这些北约国家都是相对比较有钱的。那以南海来讲，菲律宾它是需要美国大量援助的，那也就是其实等于菲律宾一直在拖那个美国的后腿，那美国只好由韩国跟日本那提供它无论是战机啊，或者是提供它类似海警船啊，或者是提供它军舰，然后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他。可是这个商业机制啊，其实是没办法的，就是这么多钱，你要让这些国家无条件的奉送，而且跟这些国家的地缘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其实总有忠实啊。那另外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 CSIS 的这一个他的兵推或者是他的报告其实我很不客气的讲CSIS 他一直都是用这种好像三军棋的方式来做兵推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一个电脑的时代，你怎么会这样推嘞？那而且上面有骰子那有很多的那个我们台湾的我很不客气的讲，你就是军盲，你就是说用骰子可以提供几率，你是不知道现在的电脑在20、30、50年前，它就可以提供一个乱数的一个几率吗？那为什么还要用骰子？骰子的那个实际上它的几率只有6面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电脑的几率的话，那更是无限大那你为什么不用电脑的几率呢？而且你用各种的飞弹，它是否命中，它的杀伤力如何？难道是用纸牌就可以决定的吗？那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台湾未来的前途吗？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看今年1月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国防工业战略，这个战略其实不是说例行性的，这是第一次。为什么？因为缺什么补什么。现在就是国防工业出现了问题，他这边讲的洋洋洒洒跟真的一样，劳动力准备，美国就是劳动力不足所以你造不出船来嘛。那你说你要灵活的采购，跟谁采购？跟大疆采购无人机吗？那这是蛮有趣的。然后他要经济规则，你下得了谁嘞？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单纯的从 GDP 来看，美国当然它的 GDP 是略的赢过中国大陆的，但是从 GDP 来分析一点也不客观。如果加上这个购买力评价呢，我们看到如果加上购买力评价跟 GDP 一起算的话，其实在2013年中国大陆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根本就是百废待举。我这一次去珠海航展的时候我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也就是我去逛菜市场。这么大一个萝卜，白萝卜，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就是人民币1元，现在我们台湾还不是美国，在台湾你在市场上可以买到这么大的萝卜，漂漂亮亮的1元吗？那而且我是有图有真相的贴在我的脸书，那不相信的这一些侧翼可以去看一下。那至于说现在讲到有关于飞弹的部分那我必须这样讲，我真的很建议这些美国人一天到晚说什么复制者计划，或者是我们台湾说什么我们军力好棒棒，你不妨真的去看一下珠海航展，看看我讲的有没有错。现在这一些飞弹呢，那我们一般讲到的是前段时间到安徽省去也就是习近平主席他到安徽省去看东风26。可是如果说我们从论文里来看的话，我这一次去看珠海航展，这验证了论文都慢慢被实现了。那未来他们已经在做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其实它里面装的是助推滑翔机，也就是乘波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美国能防得了吗？你能接近第2岛链吗？都是问题。好，请教一下董哥。其实
全世界都在等待说川普上任，为什么？但是已经看到川普最宠信人家马斯克，马斯克要在美国政府里面要大砍国防，当然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快完蛋了。那怎么砍呢？大家可以看到最严重的就是联邦单位428个，要把它砍成剩99个。这个是第一招。那会砍多少人呢？马斯克也评论过了，至少会砍77%的公务员，只剩23%有可能还留在联邦政府。我就是要砍。那大家想说马斯克讲真还讲真的因为马斯克买的 Twitter 的时候，1万人把它砍到剩1000人，砍了90%，他就企业做得到，他认为政府也做得到，川普也全力挺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像国防这种重中之重，那么花钱的，马斯克最近已经出示很多政绩了，说你们都在做那些只花钱根本没有效用的东西，那可以看到，所以今天美国还要再讲这些说要都中或怎么样，那些都是假的啦。你有时候看很多东西都是假的，比如说讲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你总统选完就是看守内阁，对不对？对。但是拜登还会去批准说让乌克兰去用长城那个去打俄罗斯，对不对？就跟奥斯汀一样，你是个看守内阁，你既然看守内阁，你还跟中国大陆的董金要见什么面？你们两个要谈什么？没有用嘛，因为已经改朝换代，而且是完全不同政党的人来执政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他们对民主完全没有概念。过去那个蓬佩奥也一样，川普都选输了，他还要到各国去访问，教宗明白给他拒绝，你不要来。你的老板都选输了，你根本不会再是国务卿嘛。你现在就借着怎么样？我还有我的座机，然后我可以有很多钱可以花用。你们就是就来做这档事嘛。这种人格都是让人家鄙视的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菲律宾认为说美国还挺他，还可以讲东讲西，其实这些都是假象啊。川普连乌克兰都不挺，会挺菲律宾吗？是不是？乌克兰全球瞩目嘞，菲律宾哪有什么全球瞩目？菲律宾你就是现在想说我可以。把杜特地的那些残余势力弄掉，我抱美国大腿，因为杜特地很痛恨美国人嘛，所以你光一直卖武器给我，你卖给我都好，我也打不赢中国啊，那你就是要推销你的东西嘛。那现在可以看到了，川普下来态度会不一样，很多人都在看，川普只有一样事情，就是我要省钱。马斯克说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砍？我要去除官僚，我要替老百姓省钱。就是去除官僚跟省钱，就是他的目标。所以我们大家就静观其变，等川普1月20号上任以后，看他会做哪些东西。我相信全世界每个国家可能都会很惊奇。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的确是，但是搞不好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因为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到1月20之前，很多人称这段时间叫什么？叫空窗期。那在这个空窗期里头，最怕发生的就是太急剧的变动。原因是因为如果说真的这个人要走了，他是看守内阁，他不好做什么大决定的话，那突然发生大事怎么办？来，发生了。